目前呢还不知道这些法案在参众两院能获得多少支持，但是可以非常有把握的说，以现在的美国财政状况，这两个法案铁定通不过。原因非常简单，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能拿出军事援助来帮助台湾拒绝统一吗？最近美国的国会山上发生了一件新鲜事儿，一批反华的议员表示，美国应该立刻自掏腰包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抵挡大陆的武力统一。从新闻报道来看认为美国应当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的议案还不止一份，其中一份是议员霍利提出来的，他提议立一个武装台湾法，每年拨款30亿美元，连给5年。另外一部法案是臭名昭著的反华议员罗比奥等人提出的台湾威慑法案，要求从现在开始10年之内，每年向台湾提供20亿美元。这两笔钱加起来就是一笔350亿美元的巨款了。看来美国的反华议员们对台独当局还是真爱呀。目前还不知道这些法案在参众两院能获得多少支持，但是可以非常有把握的说，以现在的美国财政状况，这两个法案铁定通不过。原因非常简单，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美国联邦财政现在极其缺乏资金，巴不得台湾再多拿出一点钱来补贴美国了，哪里还有钱每年向台湾提供几十亿的援助呢？这两份法案的出台，反映出部分反华议员已经认识到，如果大陆决定动武，台湾现有的军事实力是无法抵挡的。有很多网友认为，大陆是不是要用武力统一台湾，只不过是一个政治意愿的问题，绝不是军事实力的问题。只要我们想打，随时随地可以把台湾武统。然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所流行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他们认为，台湾如果拥有更好、更精悍的武装力量，就有能力阻挡大陆的进攻。西方人之所以会这么想，主要是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向台湾出口各种军事装备，这种出口的评价标准是以所谓平衡两岸军力的原则进行的。比如说台湾空军的装备，美国一直试图通过军售让台湾空军的装备水平保持在比解放军要高一个档次。当年我们的空军只有老款的歼6、歼7，美国就支持台湾自己搞了所谓的经国号战斗机，这个是以美国的 F-16战斗机为原型的。当大陆从俄罗斯引进了苏2七战斗机以后，美国立刻就向台湾出售了大批的 F-16以及鹰眼预警机。但是美国绝不同意向台湾出售 F-15这种有比较强的进攻能力的重型战斗机。这就是美国政客们所说的不对称防卫能力，他们就是要让台海两岸谁也打不过谁，保持住一种不统不独的军事。到了2021年的今天，解放军所拥有的一线武器装备很多已经不比美国军队自己的差了，台军装备的那些老旧兵器就更不是对手了。在美国看来，这当然是所谓的海峡两岸军力失衡。如果现在发生统一战争，不但台湾军队一触即溃，连美国军队也阻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所以政客们才会提出要让台湾当局获得所谓的不对称防卫能力，提供先进一代的武器装备，让台海两岸的军事力量对比恢复到台湾更少、更先进，大陆更多、更落后的这么一个局面之下。而且在这些反华议员们看来，局面已经相当紧迫了，因此需要动用美国人自己的钱袋子来为台湾解决装备劣势的问题。然而，不要说美国国会舍不得这几百亿美元，就算国会咬紧牙关举债向台湾提供更先进的军事装备，也没有可能再让台湾获得所谓的不对称防御优势了。目前美国能够拿出来提供给台湾的最先进的装备，在空军方面那就是 F-35战斗机了，海军方面是伯克级的驱逐舰，陆军方面是 M109 自行火炮和 M1A3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防空反导方面当然就是萨德反导系统了。
美国当今的武器装备成本非常高，一年几十亿美元的拨款根本买不了几件。就算是美国和台湾当局一起掏钱，大量的采购了上述武器装备，那又会怎么样呢？实际上根本不会发生坦克对坦克、大炮对大炮、战斗机对战斗机的战争场景，甚至你很难看到萨德大战东风的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啊？中国大陆有能力生产射程超过300公里的远程火箭炮，这种武器威力巨大，价格就很便宜。解放军完全可以选择在福建海岸展开无数的300毫米或者是370毫米的火箭炮，向台湾本岛的各种军政目标实施覆盖性的打击。台军的所有武器装备在远程火箭炮的密集轰击之下都无法保全。至于用萨德来拦截火箭弹，倒是值得美军的军火商们好好研究一下，因为这又是一块可以从美国纳税人身上割下来的肥肉。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